走进现实生活，讲述离奇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陈，欢迎观看陈峰故事。放开我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祝英大声吼叫着，试图唤醒弟弟祝军的良知。他死活挣脱不开捆绑住自己的麻绳，面前还站着拿着铁锤的祝军，这让他心中警铃大作。祝军和姐姐祝英之间一直以来的关系都如同亲姐弟般亲密无间。然而，随着祝军渐渐长大，他们的关系却出现了裂痕。这一次，他们的争吵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。那天，祝军的妻子因为一些琐事和他大吵了一架，一气之下回了娘家。祝英得知消息后，立刻放下手头的事情，赶到了祝军的家。他心里清楚，祝军虽然平时看似大大咧咧，但内心其实非常脆弱，需要人关心和理解。小军，你怎么又和媳妇吵架了？祝英一见到祝军，就忍不住卖背道。祝军坐在沙发上，脸色阴沉，没有说话。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叛逆和不满，仿佛对祝英的卖背感到反感。小军，姐姐也不能管你一辈子啊，是不是？祝英叹了口气，继续说道：你现在也成家了，应该学会自己处理事情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任性了。祝军一听这话，心中的怒火顿时被点燃，他猛地站起来，冲着祝英大声喊道：你就是不想管我了，觉得我是个累赘，想把我甩掉，去过你自己的幸福生活。祝英被祝军的突然爆发吓了一跳，她愣了一下，然后尽量保持平静地说道：小军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姐姐怎么可能不想管你？可是你也要知道，姐姐也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要照顾啊。祝军却根本听不进去祝英的解释，他的心中充满了愤怒和不满。他觉得祝英一直在欺骗他，一直在利用他的感情。他越想越气，说话的语气也越来越冲。你就知道你的孩子根本不在乎我，你从来都没有真正关心过我，只是把我当作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。祝军大声地吼道，眼眶里充满了泪水。祝英看着祝军这副模样，心中感到无比的心痛和无奈。他知道自己和祝军之间的姐弟情谊已经出现了裂痕，而这个裂痕似乎越来越难以弥补。小军，你冷静一点，听姐姐说。祝英试图平息祝军的情绪，但祝军却根本听不进去。我不听，你什么都不懂，只知道说教我。祝军猛地推开了祝英，转身走进了卧室，关上了门。祝英站在门外，无助地看着紧闭的房门，她感到自己的心都被掏空了。多年的姐弟情谊仿佛在一瞬间化为了乌有。她知道自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味地迁就祝军了，她需要学会自己面对生活，学会独立成长，而她自己也要学会放下这份沉重的负担，过好自己的生活。这一次的争吵让祝英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和祝军之间的问题，她决定要采取一些措施，帮助祝军走出困境，同时也保护好自己的家庭和幸福。那天不欢而散之后，姐弟俩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坐下来说过话了。除了日常打钱，祝英也很少过问弟弟的近况。渐渐的，祝军能从祝英那里拿到的钱越来越少，根本无法满足他日常的花销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再也坐不住，一路冲到了姐姐姐夫家，一进门就冲着屋内大喊祝英的名字。发现祝英不在后，他也懒得和姐夫说话，自顾自地在沙发上坐下，无聊地刷起了手机。等到祝英回来的时候，就看见丈夫李云和祝军各坐在沙发一头，这场面怎么看怎么让人头皮发麻。
好在李云见他回来，就立马回房间去了。祝英一边放包，一边问祝君：“怎么来了？我没钱了。”姐，祝君开门见山，却头也没抬，一点也不尊重人。祝英有点不开心，他这个态度，好像两人之间已经没有别的感情，除了钱就是钱。这个月不是刚给你打过吗？用完了。祝君不以为意，他早已习惯姐姐对他予取予求，可这次祝英没有让他如愿，姐姐也只能给你这么多了。如果你觉得不够花，你可以去找份工作，你还这么年轻，干什么都能挣到钱的。祝英并没有注意到祝君黑了的脸色，没听见弟弟的回答。他往里走，打算去给祝君收拾床铺，让他在家里留宿一晚。不早了，今晚就睡我这儿吧。好啊。黑暗里，祝君的嘴角勾起一个诡异的微笑。就在他弯腰给祝君铺床单的时候，突然感受到一阵窒息感，一根麻绳缠上了他的脖子。祝君连拖带拽地把他绑在了一个凳子上，紧接着拿起一个不知道从哪找来的铁锤。祝英看着祝君，那曾经熟悉的面孔此刻变得陌生而扭曲，他的笑容中充满了邪恶与疯狂，让他不寒而栗。祝英挣扎着，试图挣脱祝君的束缚，但他发现自己的力量在他面前显得如此微不足道。你放开我！祝英大声呼喊，声音中带着惊恐和绝望。他无法相信自己的弟弟竟然会对他做出这样的事情。祝车却似乎完全失去了理智，他紧紧地抓住祝英，不让他有任何逃脱的机会。他的眼神中闪烁着狂热的光芒，仿佛被某种邪恶的力量所控制。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是你姐姐！祝英哭喊着，试图唤起祝君内心深处的良知，但祝君却充耳不闻。他举起手中的铁锤，狠狠地砸向祝英。祝英只感觉一股剧痛传遍全身，他无力地倒在地上，鲜血从伤口处涌出。祝君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他继续挥舞着铁锤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“你不给我钱，你不是我姐。”祝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祝君疯狂地攻击自己，他的心中充满了绝望和痛苦。他不明白，为什么自己的弟弟会变成这样，为什么会对自己下如此狠手。这场噩梦般的经历让祝英彻底崩溃了，他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，希望这一切能够尽快结束。他们的动静很快吵醒了隔壁主卧的李云，但闻声赶来的他还没来得及惊恐眼前发生的一切，就不幸惨死于理智全失的祝君锤下。就连他怀里抱着的儿子也没能逃过一劫，直到整个房间内只剩下祝君浑厚的粗喘声，他才如梦初醒，意识到自己都做了些什么。他慌乱地逃离了现场，只留下一片狼藉。第二天，路过的邻居听见祝英女儿撕心裂肺的哭声，这才走进门来，发现这桩惨案，一家4口竟只有女儿幸免于难。姐弟俩究竟为何会走到这一步？原来，祝英和祝君曾是一对关系亲密的姐弟。小的时候家里穷，供不起他们姐弟俩上学，祝英就主动辍学，把读书的机会让给了弟弟。哪怕他的成绩更好，父母去世后，他更是当起了祝君的半个母亲，整日出去打工，赚来的钱一大部分都用来给祝君花。后来，祝君顺利读完了大学，祝英也有了感情稳定的男朋友。当他兴奋地和祝君说起自己要结婚的事情，没想到祝君一反常态的不同意。你结婚了，我怎么办？他满脸的气急败坏，好像有人要跟他抢姐姐一样。祝英也只当他是小孩子脾气，没跟他计较，但婚事却真的因此耽搁下来。思来想去，
他决定先解决驻军的终身大事，想着如果他有了自己的另一半，就不会再这么依赖自己这个姐姐了。只是驻军没有工作，并不是那么好找对象，好不容易谈好了一户人家，对方却要求驻军有房有车。祝英只能用仅有的存款按揭买下了一辆车，又劝着男友和自己一起咬牙凑出了驻军婚房的首付。尽管当时他们自己还住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出租屋里，你也知道，这辈子我就放不下这个弟弟，等他安定下来，我们就去领证。她柔声安慰着男友，好说歹说才劝服对方。有房有车的驻军却不满意，觉得祝英擅自安排了他的人生，没有问过他喜不喜欢这个女生，和不认识的人结婚，我会幸福吗？你凭什么决定我的人生？那天两人不欢而散，最后祝军是摔门走的，但他没有拒收祝英给他买的房和车，最终还是听祝英的话去结了婚。祝英这才放心筹备起自己的婚礼。结婚后，祝军依然每月找祝英讨要生活费，把姐姐和妻子让他自己出去找份工作的话当耳旁风，也因此经常和他们吵架。每次跟弟弟交谈，祝英都可谓是精疲力竭，可回到家，面对辛劳一天的丈夫和嗷嗷待哺的孩子们，她又不得不挤出笑脸。丈夫看出她的疲惫，在孩子们睡着后拉住她商量：“你就不能少管管你那个弟弟吗？他都多大人了，也不知道出去工作，就知道天天赖着你。你是他姐，又不是他妈。”李云看着祝英那略带憔悴的面容，心中的担忧不禁加深了几分。他轻轻地握住她的手，语气中带着几分柔情。老婆，我知道我的话可能说的有些重，但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。我只是觉得孩子们现在还小，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养育，更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关爱。你每天为了家里的事情忙里忙外，我知道你很辛苦，但家庭是我们共同的责任，你能不能多关心关心家里？祝英听着丈夫的话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她知道李云是为了家庭好，而她也并不是对丈夫的话有什么意见，相反，她也觉得自己应该多顾顾家，多陪伴孩子们成长。然而她的心思最近一直被祝军的事情所牵绊。祝军是她的弟弟，一直以来她都对他宠爱有加，但最近他却变得越来越古怪，连话也不能好好说了。祝英叹了口气，或许是他一直以来对祝军的溺爱，才造就如今的局面。他决定要找个时间和祝军好好谈一谈，了解他内心的想法，帮助他走出困境。然而他却没有想到，这个决定竟然会换来一家4口的灭门惨案。那一天，祝军因为欲求不满而失去了理智，他竟然锤杀了姐姐一家。当警察赶到现场时，一切都已经晚了，只有因为没和爸爸妈妈睡在一起而幸免于难的小女孩，她早上起来看到血肉模糊的一幕，或许会成为她一辈子的阴影。祝军最终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，他被判处了重刑。而祝英和李云也在这场悲剧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他们失去了最亲爱的人，也失去了原本幸福的家庭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陈峰故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